大家好，感谢你点开这个视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这个高度规范化的世界里，规则和效率有时会变成冰冷的枷锁？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一个关于医疗与人性的真实事件。一位来自巴黎的生物统计学教授，作为一名单亲母亲，她一直在学术和家庭之间保持着完美的平衡，直到她的儿子被诊断出罕见的线粒体代谢障碍。当他带着高烧的孩子冲进巴黎最先进的医院时，却被冰冷的制度和流程拒之门外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医疗事件，而是一个关于跨越半个地球寻找希望的旅程。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位母亲的经历时，我被深深震撼了。因为在这个追求标准化、效率化的时代，她的经历提醒我们，医疗的本质不仅是治愈疾病，更是温暖人心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从苏菲教授的口述来体验她的经历。我叫苏菲·杜兰，是巴黎大学的生物统计学教授。在学术圈里，我以严谨和理性著称，发表过数十篇高引用论文，指导过无数优秀的博士生。作为一名单亲母亲，我一直在事业和家庭间保持着近乎完美的平衡。然而，生活总是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，给你最沉重的一击。那是巴黎初冬的一个清晨，窗外的雾气笼罩着卢森堡公园，远处的埃菲尔铁塔若隐若现。我被一种莫名的不安惊醒，本能地冲向儿子马修的房间。推开门的瞬间，我的心跳几乎停止。马修躺在床上，面色苍白如纸，呼吸微弱的几乎察觉不到，被单已经被汗水浸透。马修，我轻轻摇晃着他，手指触碰到他滚烫的皮肤。作为一名医学统计学者，我立刻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。我颤抖着手测量他的体温 40.2 度，这个数字让我的心瞬间沉到谷底。我迅速给他穿上厚外套，用毯子裹住他，抱着他冲向附近的圣安托万儿童医院。巴黎的清晨寒风刺骨，街道上还弥漫着浓重的雾气。我抱着马修奔跑在圣日耳曼大道上，心跳快的几乎要跳出胸腔。马修在我怀里越来越烫，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变得更加微弱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作为母亲的彻底无助与恐惧。终于到达医院，我冲进急诊室，请帮帮我的孩子。他发高烧，呼吸困难，他有线粒体代谢障碍。我用颤抖的声音说道。接待处的护士抬起头，眼神冷淡，请出示您的预约单和医保卡。什么？不，这是急诊。我儿子情况很危急，我难以置信地说。即使是急诊，也需要按照流程来。护士的语气依然冷漠。如果没有预约，您需要先填写这些表格，然后等待分诊。他推来一叠表格，我的手心开始冒汗。在法国，这种严格的医疗程序本应让人感到安心，但此刻，他们却像一堵无形的高墙，阻挡在我和救治之间。您不明白，我是巴黎大学的教授，我的专业是医学统计，我很确定我儿子现在情况非常危险。我试图用专业身份和知识说服他，这里每个人都很着急，但规则就是规则。他的回答像一把冰冷的刀，刺进我的心脏。我颤抖着填写表格，每一秒都像是煎熬。马修在我怀里轻声呜咽，额头滚烫的吓人。周围的等候区坐满了人，有的在玩手机，有的在翻阅杂志，仿佛这里不是医院，而是某个普通的候车室。填好了吗？护士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现在，请您去那边等候，会有医生叫您。要等多久？我急切地问。现在是早高峰，至少要2到3个小时。他头也不抬地回答，手指敲击着键盘，眼睛盯着屏幕，仿佛我和马修只是他日常工作中的一个数字。2到3个小时，我的声音因为惊恐而提高。但我儿子现在情况很危急，他有线粒体代谢障碍，这种高烧对他来说可能是致命的。几个等候的病人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又低下头继续各自的活动。
护士终于抬起头，但眼神依然冷漠。女士，这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情况最紧急，但医疗资源是有限的，我们必须按照既定流程和优先级处理。我感到一阵眩晕，在平时，我会完全理解这种规范化的管理制度。作为一名学者，我深知标准化流程的重要性，但此刻，当我的孩子生命可能处于危险之中时，这种冰冷的制度让我感到窒息。请让我见见值班医生。我强忍着泪水说，我可以解释马修的具体症状，他真的情况很特殊。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说，这里就会乱成一团。护士打断了我，请理解，这是为了确保医疗服务的公平性。公平性，我苦笑着，在这个追求完美制度的国度，公平似乎变成了一个冰冷的数字，一个没有温度的标准。我看着马修苍白的小脸，内心充满了无力感。在巴黎这样的国际大都市，在这个拥有世界顶级医疗水平的国家，我却无法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到及时的救治。就在这时，马修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呼吸变得更加困难。我惊恐地发现他的嘴唇开始发紫。救救他！求求你们！我冲着护士站大喊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，但得到的依然是那句冷冰冰的回答，请按照顺序等候。周围的人群开始对我投来异样的目光，有些人露出不耐烦的表情，仿佛我打扰了他们平静的等待。我抱紧了马修，感受着他灼热的体温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下来。在这一刻，我多么希望能打破这些规则，冲进诊室寻求帮助。但我知道，在这个制度森严的国度，这样做只会招来保安，甚至可能影响后续的治疗。就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，一个温和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，苏菲，是你吗？我转过身，看到了住在我楼上的台湾访问学者林教授。他穿着白大褂，胸前别着医院访问学者的证件。看到马修的状况，他立刻蹲下身查看。这是怎么了？马修突然高烧，呼吸困难，但是我哽咽着说不下去，指了指前台。林教授皱起眉头，快步走向护士站。我听到他用流利的法语和护士交谈，但护士的态度依然强硬。林教授突然换成了英语，这个孩子有严重的线粒体代谢障碍，这种高烧可能导致不可逆的损伤。如果你们坚持这样的流程，我愿意承担医疗责任。他的声音不大，但语气坚定。护士愣了一下，终于拿起了电话。几分钟后，一位医生匆匆走来，开始为马修检查。情况确实很严重，医生说，但是按照规定，这种罕见病例需要专家会诊，可能要等到下周。林教授突然打断他，在台湾，我们从不会让危重病人等待，生命的价值永远大于任何规则。他的话让我心头一震。在这个强调规则和秩序的国度，这样的观点几乎显得有些异端。但此刻，这种异端却给了我一线希望。医生看了看马修，又看了看我，最终叹了口气，我会尽力安排，但不能保证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马修的情况时好时坏，医院给他安排了基础治疗，但对于他的罕见病症，医生们似乎束手无策。我们需要更多的检查和会诊，主治医生说，但这需要时间，可能要等几周。我看着病床上的马修，心如刀绞。他的身体每天都在变弱，眼睛里的光芒逐渐暗淡。作为一名医学统计学者，我深知时间对于这种疾病的重要性。每一天的延误都可能意味着更严重的损伤。林教授每天都会来看望我们。一天晚上，当马修终于睡着后，他坐在我旁边，轻声说，苏菲，我有个建议，可能听起来有些疯狂。我抬起头，看到他眼中闪烁着某种光芒。台湾有一个非常出色的罕见病治疗中心，他说，他们在线粒体代谢障碍方面有很多创新性的研究。也许
你愿意考虑带马修去那里治疗，去台湾？我一时难以消化这个建议，但那么远，是的，距离确实很远，他点点头，但有时候希望就在远方。在台湾，医生们对待病人的方式可能和这里不太一样，他们相信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全力以赴。我看着林教授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带着重病的孩子跨越半个地球，这个决定并不容易，但看着病床上日渐虚弱的马修，我知道我别无选择。我愿意尝试，我说，声音因为坚定而不再颤抖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。让我来帮你，林教授微笑着说，首先我们需要联系台湾的医疗团队。当晚林教授帮我给台湾长庚医院的罕见病中心发了一封详细的邮件，附上了马修的所有医疗记录。我本以为至少要等几天才会收到回复，但令我惊讶的是，不到3个小时，我的手机就收到了邮件提醒。我颤抖着打开邮件，惊讶地发现这是一封长达数页的详细回复。台湾医疗团队不仅仔细研究了马修的病历，还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治疗方案。邮件的最后写道，我们已经组建了专门的团队等待接收马修。如果您决定来台湾，请随时告知，我们会立即着手准备。这也太快了，我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教授，现在台湾应该是深夜吧？是的，现在台湾是凌晨3点多，林教授笑了，但这就是台湾医生的工作方式。在生命面前，他们从不计较时间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。台湾医院的国际部门效率惊人，迅速帮我们办理了所有手续。当我向法国医院的医生说明我的决定时，他们显得有些不以为然。您确定要去那么远的地方？主治医生皱着眉头问，法国的医疗水平是世界一流的。我知道，我平静地回答，但马修等不起。离开巴黎的那天，天空阴沉沉的，细雨如丝。我抱着马修坐上了前往机场的车，心中既忐忑又充满希望。这是一次未知的旅程，但为了马修，我愿意尝试任何可能。经过10几个小时的飞行，当飞机终于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时，我已经疲惫不堪。但让我惊讶的是，机场出口处已经有一支医疗团队在等候。他们推着一张客制的儿童担架，上面还贴心地放着一只小神玩偶。杜兰女士，一位医生上前问道，我是长庚医院罕见病中心的陈主任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立即送马修去医院。从机场到医院的路上，陈主任详细询问了马修的近况。他不仅关注各项医疗指标，还问了马修的饮食习惯、睡眠情况，甚至他喜欢的玩具和故事。这种全面而细致的关怀让我感到一丝温暖。马修喜欢恐龙故事，我说，每晚睡前都要听一个。陈主任点点头，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细节，这对我们很有帮助。孩子的心理状态对治疗非常重要。到达医院后，马修立即被送入了儿童重症监护室。与我想象中的忙乱不同，这里的一切都井然有序，却又充满了温情。病房的墙壁上画着可爱的卡通人物，天花板上贴着会发光的星星，这些星星在晚上会亮起来。一位护士向马修解释，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会保护你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马修接受了一系列详细的检查。每一项检查前，医护人员都会耐心地向他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，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缓解他的恐惧。马修，这台大机器就像是一艘宇宙飞船，做核磁共振时，技师温柔地说，等会你就是躺在飞船里探索宇宙的勇敢宇航员。马修紧张的表情渐渐放松，甚至露出了期待的笑容。检查结果出来后，陈主任立即召集了一次多学科会诊。会议室里坐满了各个领域的专家，神经科、代谢科、心胸外科、麻醉科，他们围绕着马修的检查结果展开激烈讨论。
线粒体功能严重受损，已经影响到心肌。心脏专家指着心电图说，如果不及时干预，可能会出现心力衰竭，但传统的药物治疗效果有限。代谢科医生补充道，我建议尝试最新的酶替代疗法，配合干细胞治疗。不过他看向陈主任，这需要通过手术植入给药装置。会诊结束后，陈主任详细向我解释了治疗方案。这是一个微创手术，我们需要在马修的胸腔植入一个特制的解药装置，它能持续释放活性酶，帮助修复受损的线粒体。同时我们会在手术中进行干细胞移植，这可能会帮助他的组织逐渐恢复正常功能。风险呢？我强迫自己冷静地问。任何手术都有风险，陈主任坦诚地说，但如果不手术，马修的情况只会继续恶化。我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，手术团队都是这方面最有经验的专家。手术定在1周后，这段时间里，医护人员开始为马修做各种术前准备。麻醉科医生特意用玩具演示了麻醉的过程，心理咨询师则通过游戏帮助他缓解对手术的恐惧。看，这个小熊要去太空旅行了，心理咨询师拿着玩具熊说，他需要先睡一觉，等他醒来就会有超能力了。马修也一样，等你醒来，身体会变得更强壮。让我惊讶的是，医院还安排了一位会说法语的护士专门照顾马修。我在巴黎留学过2年，他用带着口音但流利的法语解释道，希望这能让马修感到更安心。手术那天的清晨，天还没亮，手术团队就开始做准备。我看着马修被推入手术室，心跳快得几乎要跳出胸腔。陈主任在进手术室前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相信我们，也相信马修。手术持续了将近6个小时，我在手术室外焦急的等待，每次看到电子屏幕上的数字变化，心都会跟着颤抖。终于，手术室的灯灭了，陈主任走出来，摘下口罩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手术很成功，马修表现得非常勇敢。术后的恢复过程同样充满挑战。马修被安置在儿童重症监护室，身上连着各种监测设备，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医护人员依然想方设法让病房变得温馨。他们在天花板上贴满了会发光的星星贴纸，在床头放了马修最喜欢的玩具。这些星星会保护你，一般护士悄悄告诉半睡半醒的马修，他们是天上的小天使派来的。在重症监护室的日子里，我见证了台湾医护人员的敬业和温情。有一天深夜，我在病房外遇到陈主任，他正在查看马修的监测数据。您怎么这么晚还在？我忍不住问。刚做完1台手术，顺便来看看马修的情况。他笑着说，下午的数据有些波动，我想确认一下。我看了看表，已经是凌晨1点。这时一位护士走过来，递给陈主任一杯咖啡。主任，您从早上7点就在医院了，要不要先休息？等看完这组数据，他接过咖啡，目光依然盯着屏幕。对了，马修今天的营养补充剂调整后有没有不适？这样的场景在台湾医院并不少见。我常常看到医生们在下班时间仍在讨论病例，护士们总是记得每个孩子的习惯和喜好。有次马修因为想家而哭闹，值班护士居然用简单的法语哄他入睡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特意学了一些法语，就为了能和马修更好的交流。术后第3天，当我走进病房时，看到一位护士正在给马修读故事。今天的各项指标都很稳定，他一边翻书一边说，特别是血氧浓度比昨天好多了。我环顾病房，发现墙上多了几幅彩色的画，这是马修画的。护士解释道，艺术治疗师今天来过，说创作对康复有帮助。康复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医护人员的耐心。物理治疗师会用游戏的方式鼓励马修做康复训练，
营养师则根据他的喜好特制营养餐。病人开心了，恢复就会更快，他们总是这样说。在台湾的日子里，我不仅见证了马修的康复，也深深被这里的医疗环境所打动。每天清晨6点，医院就开始忙碌起来。我常常看到陈主任带着年轻医生们查房，不是简单的翻翻病历，而是会在每个病房前驻足，仔细询问病人的感受。有一次，我在走廊遇到一位老太太在哭泣，陈主任正蹲在她面前耐心倾听。后来护士告诉我，那位老太太的丈夫刚做完心脏手术，她担心的睡不着觉。陈主任不仅详细解释了手术情况，还特意调整了查房时间，让老太太能每天多陪陪丈夫。这在台湾很普遍。林教授解释道，医生们相信，治疗不仅是针对疾病，更是对整个家庭的关怀。我注意到病房里的交班本上记录的不仅有医疗数据，还有病人的生活细节。3号床的阿姨特别想吃家乡菜，5号床的小朋友怕打针，建议先用玩具分散注意力。这些细微的观察和体贴，让冰冷的病房充满了人情味。一天深夜，我在医院走廊看到一个感人的场景，一位年轻医生正在病房外的长椅上看文献，旁边放着几个空咖啡杯。护士长走过去说，张医生，你今天值晚班了，该回家休息了。再等等，他揉了揉疲惫的眼睛，刚说的那位重症患者情况不太稳定，我想再观察一会儿。最近查到几篇相关文献，可能对治疗有帮助，这样的敬业并非个例。我经常看到医生们在下班后的会议室讨论病例，有时一讨论就到深夜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其实在疲惫的时候，他们对待病人依然保持着温和的态度。陈主任在查看马修最后一次复查报告时，同时也在处理其他几个棘手的病例。我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摊满了医学期刊和病历，日程表上密密麻麻地排满了会诊和手术。但每当病人或家属找他，他总能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，专注地倾听。这里的医生好像永远不知道疲倦，我对林教授感叹，因为他们始终记得选择这个职业时的初心。他说，在台湾，我们称医院为医院，而不是病院。这个小小的差别，体现的正是对生命的态度。1个月后，马修的情况有了显著改善，他不仅能下床走动，甚至开始在病房里跑跳。监测数据显示，他体内的线粒体功能正在逐步恢复。这是个奇迹，陈主任在一次查房时感叹道，但这个奇迹背后是无数人的努力，更是医学不断进步的见证。在台湾的最后1个星期，医疗团队为马修做了一系列复查，数据显示他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，体内的线粒体功能已经恢复到接近正常水平，给药装置也运行良好，可以确保他在回法国后继续得到必要的治疗。接下来的半年很重要，陈主任在最后一次会诊时说，虽然你们要回法国了，但我们会继续保持联系，每周视频复查，每月详细的数据分析，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。他递给我一份详细的后续治疗方案，里面不仅包含了药物调整建议，还有饮食指导和运动建议。我们已经和巴黎的医院取得了联系，他们会配合进行常规检查。不过，如果出现任何异常情况，请立即告诉我们。临行前1天，医院的同事们特意为马修举办了一个小型送别会，病房被装饰得像个童话世界，到处都是气球和彩带。护士们送了马修一本手工制作的相册，里面记录了他在医院的点点滴滴，第一次下床走路的照片，学会自己吃饭的视频，和小朋友一起做游戏的欢乐时光。这是我们的勇敢日记，护士长温柔地说，以后马修长大了，就能知道自己有多勇敢，也能记住这里有多少人在关心他，支持他。我翻开相册，看到里面有张照片特别醒目，那是马修手术后第一次尝试走路的场景。照片里，
3位医生和2名护士小心翼翼地守在病床周围，生怕他会摔倒。那一刻的紧张和期待被永远定格在了这张照片里。陈主任送了一份特别的礼物，一个定制的医疗警报器，上面刻着马修的名字。这不仅是一个医疗设备，他说，更是我们的承诺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你们需要帮助，我们都会在。看着这些礼物，我突然泪如雨下。在这里，我们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，却也感受到了最温暖的关怀。医生们不仅治愈了马修的病，更用他们的专业和温情治愈了我们对医疗的失望与恐惧。临行前，我特意去了一趟陈主任的办公室，想当面表达我的感谢。推开门时，我看到他正在和一位年轻医生讨论病历。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和医学期刊，墙上贴满了孩子们送的卡片和画作。杜兰教授，请进。他看到我，立即站起来，正好我有些事想和你谈谈。年轻医生识趣地离开了，陈主任请我坐下，递给我一杯茶。马修的案例很特殊，他说，我们希望能将这个治疗方案写成论文发表，当然会匿名处理所有信息。当然可以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如果这能帮助到其他孩子，那再好不过。还有一件事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我们知道你在巴黎大学任教，也许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。罕见病的研究需要全球协作。我惊讶地看着他，你是说？是的，他点点头。我们希望能和你的团队共同研究线粒体代谢障碍。台湾有临床经验，而你们有先进的统计分析方法。这种合作可能会带来突破性的进展。就这样，一个意外的医疗旅程竟然开启了一段跨越半个地球的学术合作。在回巴黎的飞机上，我翻看着马修的勇敢日记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希望。回到巴黎后，马修的康复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。我的同事们惊讶于他恢复的速度，更惊讶于台湾医疗团队的治疗方案。这种方法在法国还没有应用，一位资深教授评论道，但效果确实令人印象深刻。我开始在医学院的讲座中分享这段经历。每当我提到台湾医生们的付出，总能看到学生们眼中闪烁着思考的光芒。但这样的医疗模式真的适合我们吗？一个学生提出质疑，毕竟法国的医疗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了。我打开电脑，调出一张在台湾拍摄的照片，一位医生正跪在病床前，为一个老年病人检查脚部伤口。这位医生是神经外科的副主任，我解释道，但在他眼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有需要帮助的病人。你们说的对，法国的医疗体系确实很成熟。我继续说，但成熟不应该意味着冰冷。当我们过分强调规则和效率时，是否忘记了医疗的本质？那个在深夜仍在查看病人的医生，那个记得每个病人喜好的护士，那个始终保持微笑的清洁工，他们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医疗应该是温暖的。在我的推动下，巴黎大学与台湾长庚医院建立了学术合作关系。我们开始共同研究罕见代谢疾病，交流治疗经验。每个月，我们都会进行视频会议，讨论最新的研究进展。更让我欣慰的是，这种合作逐渐影响了我们医院的工作方式。医生们开始更多的关注病人的情感需求，护士们学会了记录病人的个人喜好，甚至连医院的建筑设计也开始考虑如何创造更温馨的环境。现在，马修已经完全康复，重返校园。我们的书房里挂着2张照片，一张是台湾医疗团队的合影，另一张是马修第一次自己走路时的情景。每当马修看到这些照片，都会兴奋地和我分享他在台湾的点点滴滴。那个会讲法语的护士姐姐，总是带着糖果的陈主任叔叔，还有教他折纸飞机的清洁阿姨。而我每次看到这些照片，都会想起那个寒冷的巴黎清晨，
想起在绝望中遇见的希望，想起那些让医疗重新变得温暖的台湾医护人员，他们教会了我，在这个高度专业化的时代，医疗永远不应该丢失人性的温度。作为一名医学统计学者，我依然相信数据和规范的重要性，但现在的我更明白，最完美的医疗体系应该是专业与温情的结合，是规则与关怀的平衡。这不仅是一个学术观点，更是一个来自生命历程的深刻感悟。在巴黎的街头，每当我经过那家儿童医院，都会想起陈主任说过的话，医者父母心。也许这就是医疗的真谛，用专业守护生命，用温暖治愈心灵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。如果今天我的分享触动了你，请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你的每一个小小支持都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。如果你也有关于台湾的温暖体验或难忘经历，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，让这些美好的瞬间传递给更多热爱宝岛的朋友们。感谢你的陪伴，我们下期再会。